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有很多朋友想把电蚊拍的铅酸电池改成锂电池，那么怎么改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电蚊拍的铅酸电池电压是多少伏，下面我们测量一下。好，我把表打到电压档，我们测量一下，它的电压是 2.62 伏，我们可以看成是 2.3 伏。都知道锂电池的电压呢一般是 4.2 伏充满，那么它呢是 2.3 伏，很显然偏低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把 4.2 伏的锂电池给它串上2个二极管，2个二极管的压降呢是 1.4 伏，用 4.2 减去 1.4 伏呢就等于 2.8 伏，这样呢就可以满足要求了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铅酸电池的充电电路，这个铅酸电池的充电电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，它利用的是阻容降压，这个电容的容量呢是 0.47 微法，是474的，然后用了4个二极管进行整流，这端这个电阻是一个 560K 的电阻，与电容并联，属于阻容降压。这端这个电阻是 150K 的，主要是用于这个发光二极管指示的，当我们插上交流电，这个指示灯就点亮了。铅酸电池的正负极就接到了整流桥的输出端正负极，这样就完成了它的充电电路。很显然，铅酸电池就是利用阻容降压的限流作用，当电池充满以后就没有电流了，这样呢就不会把电池充坏。而锂电池呢，如果过充就容易使锂电池损坏，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小电路。这个电路呢比较简单，首先把这个二极管的负极接到电池的正极，这个可控硅的阳极接这个二极管的这端，同时接整流桥输出的正极，可控硅的阴极接地，也就是接我们电池的负极。可控硅的触发极呢，通过一个 10K 电阻接到电池的正极，然后这个可控硅的触发极呢，还要通过一个电阻接在地上。下边这个电阻呢，我们用一个 1K 的电位器来代替，这样就能够调节它的触发电压。当我们的电池为 4.2 伏时，可控硅导通；当电池的电压低于 4.2 伏时，可控硅截止。那么我们首先用这个可调电源来试一下。首先我们看现在是 5.1 伏，这个可控硅是截止的，我们这个二极管档没有导通，我们把电压向上调，调到 6.1 伏时还没有导通，我们接着往上调，到 6.5 伏时可控硅就已经导通了，我们把这个表笔拔下来，然后我们再插上，我们看可控硅还是导通的，我们把电压调低，这时我们再把可控硅断开，然后我们再插上，它就是断开的。它实际上它的电压值只差 0.1 伏，所以说用可控硅就能够实现电池的充满断电。首先我们了解一下，阻容降压呢只是限制了它的电流，并没有降低它的电压。我们把电池卸掉以后，我们测量一下它的电压呢是202伏，因为后边没有滤波电容，如果有滤波电容的话，它的电压值能够达到300伏。你再测量一下它的电流，用的是50毫安档，满良程是50毫安，现在是27毫安，所以我们选用这个 M7R100-8 这个可控硅就完全可以达到要求，它的耐压值是600伏，电流值是最大800毫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，220伏通过阻容降压，这个是 0.047 的电容，它的容抗是6000多欧，用220伏除以它的容抗就等于整体电流大概是24毫安左右。经整流桥整流，这端输出负电压，这端输出正电压，正电压加到可控硅的阳极，因为这个可控硅的耐压值是600伏，所以它没有问题。然后通过这个二极管给电池充电，当电池两端电压达到 4.2 伏的时候，通过这个限流电阻
通过下边的电位器分压，使这个位置的电压大约为 0.6 伏，触发可控硅导通。当可控硅导通以后，这个电流通过可控硅入地，由于这有一个二极管反偏截止，电池不受影响。那么这时电池就可以通过开关向后级供电。注意，锂电池后边要接2个二极管，这样能够把它的压降低 1.4 伏，就能够使我们的电蚊拍正常使用了。这个电路充满能够自动断电，也可以用于其他的阻容降压，给锂电池充电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